既然没有交还宗主，那就应把信给夷陵老祖。若是宗主以后问起，就说信已经送达。这几年夷陵老祖的各色小发明，凡送往金陵台的，必是备了双份。小金宗主也总是送莲花物一份，辗转也算得了夷陵老祖不少玩意儿。新风斜盘略去不表，那些改良过的水下附仙网和传声器，就不像是金陵台平时需用得着的，更像是专为莲花物而制。宗主未必是不成这个情的。想通此节，江管事道：此地离莲花坞不过半日水程，可否请诸位往莲花坞休整小憩片刻？韩光俊和夷陵老祖上次在翠玉峰相助了江家晚生，莲花坞还未致谢。魏无羡颇感意外，这几年他跟着蓝忘机逢乱必出，风评渐有好转，归根结底是金光善、金光瑶的于是渐弱，蓝家势盛，江家、聂家不置可否，但也没到哪家会主动邀请的程度。清谈会的请柬凡发给韩光俊的常是双份，却未必会写他的名字。江家、金家关系特殊，江家门生业列中，若是遇上他，倒不会刻意闪躲排斥，但也谈不上多亲密信赖，还不如金陵亲随。江管事直接邀请，虽是礼数所需，但似乎太大胆了些。都传江城治理江家集权专行，说一不二，也许江管事此举有江城受益。魏无羡尚在揣度，江行舟已递上信函，言明是江城亲笔所写。江行舟想，不管宗主信中所述何事，最好在夷陵老祖还未答复时交予信函。若是夷陵老祖看完信反而改了主意，免得他话一出口，徒生尴尬。递完信却又后悔，不知道宗主写了什么。若是信函日期还在大年初二，夷陵老祖恐怕要怪我私扣信件了。刚才光顾着担心自己留信未发，怎么没想到这层？魏无羡接过信，挪到蓝忘机身边，拆开火漆，展开信纸。江行舟心想，世传夷陵老祖被韩光君制的服服帖帖，对韩光俊言听计从，果然如此，连宗主信件都与韩光君一同观看。江行舟不知宗主信上内容，真不该此时传信。转瞬却见魏无羡已经收好信函。江行舟又想，这就看完了。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，那意思是你决定就好。魏无羡道：多谢江管事，我家小辈的确需要休整一番，烦请江管事安排了。江行舟连声应下，维持着得体的笑容，吩咐人先去渡口安排接应船只，并通知宗主，又点了几人留下，先设个简单的安魂阵，然后一行人御剑飞往渡口。江行舟看着韩光俊和夷陵老祖共成一剑的背影，心念百转。夷陵老祖为什么没拒绝？自己到底有没有办错事？江行舟给蓝忘机和魏无羡单独安排了一条船，小辈们和江家门生另乘一船。船行过半，欧阳子珍换了船，依依不舍地回家去了。魏无羡已知江氏势力范围扩大不少，与往日大不相同，但并不知最远的塔哨都备有多条船只，船上甚至还配有厨师，置办了丰盛的午膳。魏无羡掏出信函，把信展开来反复看，信纸雪白，是上好的飞云间，印了9瓣连的凸纹，信上只字未写，只在右上角有一滴突兀的墨迹，仿佛写信人提起笔，不知该写些什么，踟蹰良久，直到黑墨自笔尖滴落。江城一如既往的别扭，似乎无话可说，又偏要让魏无羡知道他无话可说。火漆封了这封无字信函，留信于江管事。其实魏无羡也不知该与他说些什么。正月初2那次小聚，自己与金陵说了许多话，却不记得与江城说过什么。思及金陵，魏无羡又想，也许当时应该同江城多喝几杯，酒喝多了，话变多了。师姐的孩子自然像师姐的弟弟，外甥萧旧。兰家去世，夜猎见闻，读书随感，恋妻偶悟，凡能同金陵瞎聊闲扯的，又为何不能与江城谈呢？最起码江城给他写了信不是？魏无羡把信纸折了几折，又折了几折，直叠成一个小方块。蓝忘机拿过信纸，展开抚平，重新放入信封。蓝忘机道：魏婴，二哥哥。魏无羡靠过去，窝在蓝忘机怀里，把头枕在他肩上。魏无羡近乡情切，心绪起伏无定。
蓝忘机静静搂了他一会儿。须臾，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我回来那年第一次回莲花坞，我们也是搭的船。”蓝忘机没有搭话，只是把魏无羡一缕头发拨到耳后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喜欢我。哦，我本来是可以不晕的，但你把我抱起来了，我就干脆晕着了。魏无羡微笑道：“后来我醒了，我就想，我不该醒，我继续晕着，能在你怀里躺一路呢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你现在便可以在我怀里躺一路。”魏无羡笑得灿若初阳，拉着蓝忘机翻到矮榻上，滚进他怀里，脑袋在他胸膛上蹭来蹭去。“那你抱紧一点。”蓝忘机搂紧魏无羡，拉过薄毯盖住两人。矮榻上堆的两个靠枕太高，魏无羡枕起来不习惯，蓝忘机便让魏无羡枕了自己手臂。“睡吧，傍晚便能到了。”“这次精灵不在。”“无妨，我在。”魏无羡把蓝忘机的抹额松开，缠了一段在手里，说：“蓝湛，你记不记得那时我还扯了你的抹额？其实我是故意的，我已经醒了。还有，在潭州时我就知道抹额的含义了。”“我知。”蓝忘机低下头，两人接了一个绵长的吻，温温柔柔，以你缱绻。“魏婴，我也有事告知于你。”“什么事啊？神神秘秘的。”蓝忘机低声道：“那年去莲花坞的船上，我想吻你，但你很快便醒了。”魏无羡腾的一下坐了起来，叫道：“真的？”“真。”“你又想偷亲我？那你亲到了吗？”蓝忘机垂眸道：“没有。”魏无羡躺下来，重新窝进蓝忘机怀里。“那你现在可以亲了。”蓝忘机捧起他的脸，深深吻了下去，唇舌纠缠，气息交织，许久才分开。“你昨夜领锦衣和蓝旗守候半夜，也该乏了，先睡一会儿，到了我叫你。”“我只要被你搂着就犯困。二哥哥，你喜欢我，你要早点说，上次叫我猜了一路，都没睡踏实。”蓝忘机又亲了他一下。“魏婴，我心悦你。”“我也是。”江行舟轻叩舱门，恭谨道：“韩光俊，我们到了。”“抱歉，魏婴仍在睡，可否稍待？”“不妨事，不妨事，你们继续休息，宗主也尚在返回途中。”待江行舟离开，蓝忘机起身，打开舱门，放下卷帘，让晚风将莲花清香送入船舱。魏无羡的头歪到一边，眉间蹙了起来，仿佛很不舒服地把头扭来扭去。蓝忘机坐回榻上，把他的头枕到自己腿上。魏无羡的头终于不晃，在他腿上迅速找到一个舒适的睡姿，继续好眠。江城回到莲花坞时，夕阳灿金金地铺洒在江面，点点碎光在江波中摇曳，把船身镀上一层虚幻的暖金色。江城想，到门口了还不进来，窝在船上等我叫你来吃饭。许是与魏无羡随便惯了，江城选择性的遗忘了还有一个蓝忘机在。见舱门开着，江城跳上船，甩开帘子，进到舱内。只见魏无羡躺在蓝忘机腿上，睡得不省人事。矮榻内里明明还有不少空间，魏无羡却偏要睡在榻沿。蓝忘机任他枕着，手上拨着一个鲜红圆硕的石榴，剥好的石榴籽都放在身旁的琉璃碗里，颗颗晶莹剔透，垒成一座小山。这画面实在太过扎眼，话就这么冲到了嘴边。江城直愣愣地来了句：“魏无羡不吃石榴。”蓝忘机看着江城，魏婴喜食石榴，又道：“他只是闲剥石榴琐碎。”在莲花坞的晚宴与魏无羡预想的不一样，鱼有两道，没有红彤彤热辣辣的水煮鱼、六合鱼，做的是松鼠桂鱼和纯菜鲈鱼汤。桂鱼金黄，鲈鱼雪白，纯菜青绿。虾是龙井虾仁，茶香悠然；肉是樱桃肉，甜滋滋的。连鸭居然都做成了柠檬鸭，也兼有几道本地菜肴。清蒸五湖蟹和葵花豆腐自然不是辣菜，九宫石鸡和红菜苔炒肉象征性的撒几颗辣椒，就算是呈现云梦特色了。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，显眼的是满桌的鲜绿嫩绿各色时令蔬菜，鸡丝绿豆芽、马兰头、青蚕豆、头刀韭、茼蒿、苋菜、芋头、鲜笋，相当的姑苏，相当的不云梦。魏无羡想，应是厨房知晓，今晚的宾客是姑苏兰氏。兰氏清谈会上药汤苦膳，远近驰名。厨师只道姑苏兰氏自有一套严苛家规和饮食习惯，干脆主随客便。
厨房应是不知道姑苏兰氏的客人里，有一位魏无羡出自云梦江氏，菜式五花八门，琳琅满目，独没有莲藕排骨汤。